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杨紫的本名是杨妮奥，是用来夸奖申奥进度的。网友大喊改回原名。圈内巨星改名是常有的事，都是因为名字太淫秽，或者网民记不住。总的来说，这也是他们最初捆绑的一个重要周期。顺带一提，杨紫也是一个乡民，粉丝知道她的独特名字后，一般都会改回去。当大家对她感兴趣的时候，应该是看过《家有儿女》吧？这部剧不仅仅是一部家庭剧，它传达了一个时代的回忆。我相信很多人看过它，青春期是在表演中度过的。的确，就连李现都说自己小时候天天看这部剧，可见他的知名度并没有普遍那么高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很明显，演完这部剧后，他就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考试上。综上所述，实际上社会信息是至关重要的，只是没有人相信他的唯一名字是杨妮奥，而他刚怀上奥运的时候，就在奥运捐献上占了上风，所以才有了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名字。这个艺名是后来改的，重要性同样是有目共睹的，从此被人熟知，意义尤其重大，也更加熟悉。话虽如此，现在回头一看，他还真是出名了，演戏的时间长短就一定会成功。而和他交往过的男主，同样会和他一起名声大噪。他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的家庭里，他从小就混迹于大街小巷，带着京城小姐的率真与高贵闯入世间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他还经常模仿电视剧中的不同角色，类似的表演常常让全家人窃笑。后来，他爸爸送他去儿童城堡读书，选了那么多兴趣班，光是声乐和展览就让他有了思考的余地。为了满足小女儿的演戏欲望，无幕后、无资产的爸爸周末骑着单车跑遍北京，在不同的创作聚会上为小女儿投射特殊素材。靠着2条腿，我终于给了女儿跑的机会。7岁时，他参演了人生的重头戏，就这样出山，从此进入演艺圈。2004年，他的妈妈接到一个电话，要求他的女儿在《家有儿女》中扮演一个访客的角色。这一想法也彻底改变了杨紫的命运。见面的时候，看到她的颜值和水平都特别好，首长也短暂地改变了他的看法，让她在剧中饰演小雪。开始录制的时候，主创和主要演艺人员对他们的态度也非常严厉，在拍摄过程中经常出手，这也导致他记得的台词经常被替换。录音期间的压力非常大，录完回来哭得很厉害，哭过之后，我决定好好演戏。拍摄了一会儿后，制作人就走到了美乐蒂丹丹身边进行讨论。大约在那时，该小组中还流传着这位年轻艺人可能被取代的八卦。杨紫一听说自己要被排挤就着急了，结果最后什么都没发生，自己也没有被排挤。后来才知道原来是给他们大力支持的那个人。从那以后，他也更加热情地在录音，慢慢地适应了这份工作，一步步变得顺心如意了。随后的拍摄，2007年，他听张一山说要拍第3部，他兴高采烈地跑回家问通知有没有收到，家人却以他要中考为由拒绝了，他气得哭了。一天晚上，我也毫无疑问地憎恨我的家人。后来我才知道小雪的工作被别人砍掉了，家里人说是因为担心她会不会很惨。3年后，她被北电演技科录取，与张一山同班。网友们也同样发现小雪和刘星长大了。在校的4年里，她仔细清洗了自己的演技，只在几部剧中崭露头角。左右安，她觉得等她毕业了，总算一切都好了。不过，他毕业后最难忘的一部剧《长沙前锋》上映后，因吻戏多而备受质疑，幸好他的演技也得到了认可。也正是这部戏，让他完成了从小明星到艺人的转变。伴随而来的喜庆、大杨哥、青云志、香蜜等人都在稳步上升中获得高分，让大家对他的了解越来越多，喜欢他的人也越来越多。每个角色同样看到了他的变化。现在的他也是名副其实的坚强小花，一举一动都让人眼前一亮的知名艺人。显然，这与他坚持不懈的努力和能力也是分不开的。我也相信杨紫能有更多的收获。
作品多，演艺之路任重而道远。02全球年度 VIP Top 100榜单出炉，肖战牵手破门伙伴，两人知名度一流。近日，全球年度 VIP Top 100榜单权威申报，在本次榜单中，艺人肖战的名字出现了。不仅如此，肖战在《陈情令》中的模范搭档王一博也榜上有名。我不得不说，两人长期处于巅峰状态，翻身的欲望未零。值得关注的是，肖战会在层出不穷的海内外排行榜中不断占有一席之地。假设你列出肖战在国外的成绩和成就，一张纸可能不够。据统计，在全球年度巨星 TOP 100榜单中，如果你没看错的话，有2位土生土长的艺人上榜，就是王一博和肖战。这对《陈情令》中的好搭档，经过无数多年来，他一直是娱乐圈的知名顶配，他的地位和影响力至关重要。对于肖战，可以说，肖战做到了这样的成就，毫无波澜。肖战在国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一直都是极高的。当肖战有新的转机时，不管是不是去参加品牌活动，肖战都会不断的在国外走红，成为世界格局。这就是肖战的进阶状态。从粉丝的反应来看，大家对于肖战这样的影响并不感到意外。之前有粉丝看过肖战赢了，这样看来，无论是肖战还是粉丝，都是见过世面的个体。话虽如此，肖战的晋级状况只会有所提升，前途一片光明。就看肖战怎么挑，怎么走自己的路，尽自己的本分，用心指挥接下来的精彩。说白了就是恭喜肖战，作为实力派的青春艺人，其实很期待肖战新剧《玉骨遥》早日播出。骨遥的泄密仪式还没有得到过一次肯定。显然，为肖战死守并不可怕。暂停的同时，可以维护肖战的应援形象，缅怀肖战的模范作品。肖战当之无愧，未来的肖战说不定会更加元气满满。03刘亦菲的颜值，李现的身材，司藤的承受力到微风去处必将引爆。不管多长时间及时送审，实际播放都没有大的问题。继《梦华录》的非凡成果之后，这部进阶剧的审核速度异常之快。刘亦菲暂时没有回到大银幕市场，转念一想，还是继续包容电视剧。Mango 热情地欢迎她最终选择了到《风口浪尖》这档节目。该组非常莫名其妙，在拍摄期间，路透社不属于其他剧集。这演员剧照什么的，更是武的严氏，能如此严苛，想必是不想靠舆论登上热搜，而是拿正片交给观众来审判，对自己的制作很有信心。这部剧8月杀青，11月就拿下了播出许可证，发行的速度也是杠杠的。虽剧透不多，剧组神隐，但从现有的物料来看，剧目爆火的理由也是多多的。光是2位主演选角导演的眼光便是绝了。刘亦菲年少成名，出道多年状态依旧；李现185身高，韩商言打破固定审美。在娱乐圈出名要趁早，花期越长越说明演员可贵。作为一个还没有成年就手握多部佳作的艺人，刘亦菲的成名比圈内大多数人都要早，都要浓烈。光是她10几年演绎的角色，就足够她吃一辈子的红利了。然而她对自己的要求是高的，从她为演绎花木兰而钻研武打来看，神仙姐姐对事业也并非是无欲无求的，作为观众心里的神颜之一。刘亦菲的美其实是最难复刻的，其他大花们明艳的长相或许能够通过整容来达到一些相似，而她的驼峰鼻却是医美都难做出来的程度。要是把刘亦菲的五官拆开来看，或许是不惊艳的，可她身上独有的书卷气质使得她的氛围清冷。其实大多数时候，比起长相，自身所散发的自信才是在人群中亮眼的重要原因。刘亦菲是凭谪仙气质出圈，搭档李现则是一眼就能瞧见的优秀。纵然圈内男明星在身高这方面都很卷，但李现185的身高能与其对打的也不多。且虽然总是被嘲笑头大，但镜头是会放大人的缺点的。现实生活里他的身材比肯定是优越的，当初亲爱的、热爱的播出，彼时的审美还是浓眉大眼的传统系帅哥，他的韩商言眼角下垂，棱角并不分明，本不是主流美学的，可演技加成。
硬生生将这种狗狗香带火了。如今在南平市场独占一角的张若昀也是这般风格。司藤掀起风景自然小森林，专注田园呈爆款现颜，赏心悦目是第一。最后要讲的便是剧目的核心所在了，许红豆与谢之遥的故事发生在大理云苗村，他们一起建设家乡，一起体会生活，在惬意的乡村里决意重新起航。近年来，这种主打田园治愈风格的好剧是越来越多了。首先，景甜的司藤就掀起了这种植物系的美妙。她在剧中不是旗袍，就是改良版的国风服饰，与其他现代剧完全区别开来。就算有人会吐槽剧情难看，也必定不会说剧里边的山与水、人与物不精致。在司藤之后，虞书欣的小森林同样在主线放在了山间田里，植物学高材生与鸟类学博士的碰撞，既欢喜冤家又活力满满。随着他们的爱情进展，还能够从剧里学到不少有用的知识。这类剧目首先做到了画面上的神移，再者完成了故事里的酸甜苦辣，把梦幻与烟火气结合在一起，便是成功的重点所在了。据为数不多的剧透来看，剧组自然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的，那么就等待播出的好消息吧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